Hello，大家好，我是议员。版本更新公告来了，昨天才放出了预告片，今天就已经出现了版本公告。那国服更新的时间呢是在6月16日的6点，但是国际服呢，没有想到这一次的时间是比起国服还要早了4天，是在6月12日。但这一次的公告其实有蛮多改动，都蛮重要的。我们来看一下这次讲了什么东西。那首先就是节日活动。我是觉得官方取名字有点敷衍啊，之前是大汉雄风，就是流车的那一次，这一次轮到秦始皇的时候就变成大秦雄风，有点单调。那这边的活动有包括签到啊，7天签到之后就可以拿到奖励，还有收集一些材料道具之类的去换取奖励。在昨天的影片，我们是已经确认了秦始皇的身份。那在今天的公告更加确认了，因为官方直接把秦始皇的名字给写出来了。那他这边的活动感觉还蛮有趣的，要一统天下，横扫6国，类似有点像1打6的活动吧。收集古钱币寻找宝藏，这个就比较像之前3星堆的活动这样子。再举手就是之前有出现过的活动，就是你发一个邀请码给你很久没有玩这个游戏的朋友，那他回归的话，你就可以拿到一些奖励。所以下面的一些活动呢，就是跟以往我们的活动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根据这一次的活动顺序来看的话，大概率是7000宝石的活动，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啦，因为我记得之前出过哈利波特转盘跟那个联盟活动了。然后青野区域就是你完成了一些活动之后就可以拿到奖励，匠心特惠就是可以去抽图纸的活动，就是用锤子去敲的，争分夺秒就是打野蛮人。还有看到评价蛮好的活动，真香市集也是出现了，然后那个钓鱼活动，那个假的钓鱼活动，还有登峰造极啊，这个也是大家感到蛮期待的。那之前我也是有发布过登峰造极的皮肤啊，各位觉得怎么样呢？那其实有不少的玩家在猜测说，有可能这个是飞天的皮肤，因为它的下面看起来好像是根之类的飘起来的感觉，但是又看到它上面的头饰有点像波塞冬的三叉戟，但是你们可以看到官方的背景配图呢，其实就是一艘船，所以我觉得比较大可能是海洋的风格吧，有可能这个城市的皮肤就叫波塞冬之巅。不过这个皮肤大概率一般玩家不会去拿啦，应该都是车头去拿而已。因为现在大多数玩家都不太想要用工兵啊，除非秦始皇出现之后可以改变工兵的命运。下一个征服赛季优化，征服赛季剧本英雄战歌兵务场是11世纪新增组队阶段，各王国可自由组队参与剧本。其实我觉得自己选队友还蛮好的，就是你发生了什么事情啊，打得不好打得好呢，你也只能怪罪你自己而已，就是不能抱怨为什么系统匹配到一个不好的队友给你。这样子官方也可以减少自己被骂的可能性啦。征服赛季剧本匹配阶段将在展示期新增匹配满意度评分和投票环节，投票环节可选择接受拒绝本次匹配结果，如果本轮所有王国都拒绝匹配结果，那么将进入下一轮的剧本报名。那其实这个东西是我去线下提议的，因为之前我去开会的时候，上一场 KVK 就是960-1打3的那一场 KVK， 其实大多数王国都不想要跟960打，以至于在皇庭的时候只有战斗2个小时而已，所以我就跟策划讲，要不如你们搞一个投票吧，就是如果那些王国他们真的不想要打的话，就让他们退出这个比赛就好了。那其实当时候策划是否定了我这个想法，因为他觉得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可能一些王国一直不断的留局，就变成完全没有 KVK。但那时候我还是坚持自己的想法，因为如果你匹配到一个不好的 KVK， 你弄到一些王国可能死掉了，又或者是你一些幸福王国没有东西可以打的话，其实也是会导致到王国灭亡的。所以他再三考虑出来的结果就是这样子。可是你要让每个王国都拒绝，可能有点难度我觉得大多数情况下应该都是会正常进行啊，除非是真的大家觉得这一场 KVK 是完全不可能进行的，那才有可能。不过当然我觉得这个投票的方式呢未必是100%完美的可能大家有其他的想法，你们可以在评论区补充。第3点，调整了征服赛季的开启节奏，远征前夕活动将在进入失落之地后开启，活动期间的劫掠者部队、劫掠者承载将在失落之地中刷新就是讲我们不用在王国里面呢，可以提早的进入地图。这样我们怎样打野蛮人呢？因为你们看这边的规则是说失落之地开启后进入远征前夕，这样我们前面原本可以拿来拉野的时间不是被打劫掠者所占据了吗？这样我觉得玩家可能会取舍，会选择不要打劫掠者，又或者是拉野的同时顺便打劫掠者。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劫掠者所需要消耗的体力药水其实是比较少的，那我们可不可以通过打劫掠者来拉野蛮人去打到失落之地里面的野蛮人呢？这样可能我们消耗的体力药水会比较少一点。可是你中间穿插了一个打劫掠者，就变成说你的部队不是100%打到失落之地里面的野蛮人，就变成说你的荣誉值可能会提升的比较慢一点，你拿到的水晶会比较慢一点。那看上面它是已经改动了前置的时间变成在 KVK 里面同时进行嘛，就变成说它的后置3阶段的时候，原本第2阶段打野蛮人跟野蛮人城寨变成捐献加速，捐献加速道具就可以获得奖励累积进度，它就是为了要我们快点去完成啊。然后因为我们同时在进行打野蛮人跟那个劫掠者的关系啊，所以我们体力药水应该是不够再去打那个第2阶段了，所以官方就换成捐献加速。可是它这个捐献加速是真的把加速给捐献掉，而不是换成你想要的加速。你们明白那个道理吗？就是说虽然捐献加速可以把你那些没有用到的加速，就比如说研究或者是建筑加速捐献掉，可是你换不回一些比较能用的加速给你。你们觉得这样子值得吗？可是它换了之后你不捐献也不行哦，你没有办法完成第2阶段。那我不确定玩家是怎么想的，会觉得说哦，反正我一大堆建筑加速捐献掉也没有关系，还是你们会认为说把原本没有用到的建筑加速、研究加速换成通用加速会比较好呢？我认为这一点可能有一些玩家会感到不满意啦。不过我们先看一下其他的更新。首先白起的技能被改动了，原本造成40万的重伤单位后，可以使自身的部队造成普通攻击伤害提升 5%。那就有玩家发现到其实打野蛮人也可以造成40万的重伤单位，所以策划就增加了这个击败野蛮人部队重伤率为 100%， 因为如果你在野战那边要打到40万的部队其实有一点难度啦，你们看过我之前的影片说明就知道了。所以有一些玩家他们在派白起去打仗的时候会优先打了野蛮人之后才去打仗，但是会这样子操作我觉得比较少啦。那优化这个部分呢是只是改动了统帅的技能描述而已，实际上是没有改动统帅的能力的。像我前面所说的，有玩家已经发现了这个漏洞，打野蛮人也可以嘛，所以他只是把这个部分增加进去文本里面而已。第3点，优化了失落之地中联盟要塞的相关规则，这个在之前有提到过了。修建时联盟要塞的领土无法与其他的联盟要塞包括自己联盟的领土范围内重叠，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是有叠堡的问题存在啊，所以官方他们就做了这个限制，这个在之前就已经有讨论过了。联盟要塞起足的耐久度从原本的5万调整为4万，联盟科技满级状态下，联盟要塞耐久从原本的15万5千调整为12万4千，所以都是已经往下调整了，我们打那个要塞的速度会比较快一点。那其实这一点有一些玩家有反对，因为他们就是觉得说之前是已经算好时间了，那个要塞可以耐多久，然后他们就可以去休息，现在改动之后可能他们休息的时间会缩短。其实这个改动对于进攻方会比较有优势啦，防守方呢就可能会比较头痛一点。不过我觉得策划有一点特意啊，感觉他们是等到960报名成功之后才把这个企划拿回出来，因为之前就是960去投诉这件事情嘛可能他们是想要尝试看其他的王国在改动了之后效果怎么样，之后才看960那边怎样反应吧。因为如果这个推出了之后960就马上反对的话，那可能策划会比较头痛一点啊，他先收集大众的想法先。优化了执政官方阵的表现，以提升大地图上的视觉效果，这个应该没有什么影响。新增军器洗炼时及洗炼重置时的礼包，百器换新。我就知道官方所有的改动最终就是买礼包，已经知道了。这个套路大家也比较熟悉啊，就是之前呢问他们会不会出礼包的时候，他讲暂时不会出，真的是暂时而已，之后还是会出的。优化了每日特惠礼包的显示，该活动为常驻活动，不再有限时标签和倒数计时。那因为现在价钱都改动了嘛，所以它这个也是要改。第7点，调整了王国战力的计算方式，对于不同战力的执政官将有特殊的计算方式，这个在之前就已经有跟大家讲过了。那像玩家的战力低于 1.5 亿的话，就以 1.5 亿的方式来计算。1.5 亿到3亿的玩家战力呢，就会按照 80% 的战力来计算王国战力。超过3亿但是低于5亿的玩家来说，就会按照 50% 的方式来计算。超过5亿战力的话就不会记录王国的战力。征服赛季先锋王国的战力线呢也是有做调整了，从原本的230亿变成245亿，
最后星泽萨尔卡的信任度系统及叙事。以上就这一次的更新公告。其实今天的更新蛮多的是一些比较大的改动，没有像之前这样子这么多的废话又或者是一些不相关的事情了。但有一些改动会影响到玩家，就比方说他们有时候会在后置第2阶段去冲刺打野蛮人跟野蛮人承载，但是变成捐献加速了，可能有一些玩家就不会想要去打野蛮人承载，让一些不拉野光靠承载拿到水晶的玩家来说会比较困扰一点，因为开承载的人变少了。还有就是前置的活动跟 KVK 里面打野蛮人的时间重叠在一起啊，有一些王国他们可能只是打 KVK 里面的承载，就变成说他们又要打野蛮人的承载，又要打劫掠者承载。虽然打劫掠者承载也是可以拿到一些奖励，而且也可以让你的排名会比较高一点，但问题是你打劫掠者承载是没有办法拿到水晶了。所以对于那些在前置是完全打劫掠者承载的王国来说呢，可能会有一点不满意啦。所以各位在看了这一次的更新公告之后有什么想法，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我们下个影片再见。